男人其实只有谈过5个高质量美女以后，他才能明白一个社会禁忌啊，那就是傻子才玩心眼子，真正的高手呢，就是以诚待人。你满腹城府胜我一筹 ，OK， 但我胸怀坦荡，天宽地阔。有个词儿叫做阳谋无解，意思呢就是那些极度坦诚的男人，任何人都奈何不了他。只要你学会了阳谋，你就会发现事业上遇到的烂人也好啊，他就一个个的，他们都会敬畏你的，而甚至都不敢刁难你。甚至你也会发现，那个让你爱而不得的女人，她以后看你的那个眼神呢，都是暗含秋波的。那到底什么是阳谋？接下来呢，焦哥会用就是自身的经历给你拆解的明明白白的。焦哥当时还在读大学，大概是大2的时候吧，我就真的就是大2我就开始创业了啊！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去谈合作，当时有个前辈，他看完我的那个就是策划书之后呢，他就指着一个地方跟我说什么，这里不太合理。我那个时候也年轻嘛，就非常自信的跟这个前辈说什么，这个选址我去考察过，附近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优势，风险又是什么啊？但是收益又会有多大？然后风险又怎么去规避？说完以后，说实话，我心里面还是挺得意的。结果我就发现一个事儿，这个前辈呢一直微笑着在看着我，而且这种微笑它不像是对合作伙伴非常满意的微笑，更像是成年人在看一个小姑娘狡辩的那种包容的笑啊。那最后呢也不出所料，肯定是没有谈拢的啊。不过这个前辈呢在临走前给我说一句话，他说小姑娘啊，有时候太聪明了反而是一件坏事啊。我之后呢我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不怕你们笑话啊，我发现在那些老江湖的眼里，我几乎是透明的啊。我意识到就是阅历这个东西啊，它就像是怀孕，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想装根本就装不了，藏也藏不住的。同时啊，我还当时就是发现一件事儿，就是我觉得没有人会喜欢跟特别精明的人打交道，所以你们猜猜我后面怎么搞的？我做了一个完全相反的选择。既然我装不来老江湖，对吧？那我就索性，我摊牌了。别人说哪里不对，我一点也不难受，我就给他倒茶，然后问，具体是哪个地方就是有问题啊？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经验，你能跟我讲讲吗？我知道您是行家您是长辈前辈，我想向您学习一下，您可以给我多提点建议。那之后我就发现一件事儿，事业就是当时创业那个谈业务啊，成功率真的是上涨非常非常多。就是你们要知道，就后来我发现每个前辈他都很愿意去跟你聊天去跟你分享他的一些经验。OK， 焦哥只把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就是放在这儿。这个呢，其实也是我在看懂人性以后，我觉得人性能够帮我在事业上也好，为人处事也好，帮我避掉了很大的一个坑就是千万不要好为人师。因为每个人骨子里呢，他都想证明自己比别人强。你去请教他，让他去为你的师，那么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一定不是警惕，而是你小子眼光真准。那人这一辈子呢，会做非常多的事情，其实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找一个很重要的感觉，就是我很重要就这个感觉。你给他这个感觉，他就会不自觉的帮你、教你，甚至是替你操心。因为在帮你的过程当中，他满足了自己的一个优越感。所以说你不用时刻的端着自己，也不用去保持自己的完美。人性里面有一个很贱的规律，你越完美，别人就越想挑你的毛病。你维护一个完美的人设，就相当于是在告诉所有的人，来你看我有多厉害，对吧？那别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服，是想看你翻车。但当你主动卸下伪装的时候，你承认自己的不完美了以后，甚至你主动暴露了弱点了以后，那别人再去攻击你，那就没意思了也打不到你了，因为你不在乎了。那把悬在你头上的那个人设崩塌的剑就没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真实会触发到信任。人天然就不信任完美的东西，因为那不像真的。但如果说你有缺点有毛病，有血有肉，对吧？别人反而觉得你是靠谱的，你是实在的，你是没有在装的。信任一旦建立了，后面的事儿就好办了。所以你们看好为人师的本质呢，是利用别人的优越感去消解别人的攻击性。一个是借力，一个是卸力一借一卸之间，你就从一个被动的参与者变成了那个掌控节奏的人了那说完事业上的这个事儿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回这个感情里面为什么很多兄弟你的条件比女生优秀了好几倍，但是他依然不尊重你呢？甚至依然不接受你呢？还有就是打心底眼里讨厌你啥事都跟你对着干。其实就是因为你在他面前太完美了，你时刻都想着在他面前展示优越，
那么他出于本能的就会想要来掀翻你啊，他想把你推下来，看看你是会摔成什么样子。那如果说你真的碎了，那他就会失望啊，原来你也不过如此啊，对吧？那如果说你一直不碎，他也会觉得你不真实，有距离感，摸不透，反而他又没有安全感了。哎，这个就是死局，你不崩他不信，你崩了他很急。那怎么破？很简单，你自己先从神坛上走下来。哎，你没有听错，你要主动去跟他暴露一点你的不完美，承认你的这种缺点啊。比如说你可以在某一次吵架之后跟他说什么，不管咱俩谁对谁错，但我承认是我没有管理好我的脾气，我年长你10多岁，这10多年里呢，我确实积累了一点财富，但同时呢，我也养成了一些怪习惯。创业这条路呢很难，所以我习惯了用脾气去武装自己。或许再过个10年啊，你也会有所成就。那到时候呢，我们还在一起的话，我不介意去接纳你的一些坏习惯。那同样的，现在呢，我也希望你能够给我一点耐心，因为脾气这玩意儿，它就跟戒烟一样嘛，它也是需要时间的。我告诉你们，这个时候他一定不会再跟你闹别扭了，甚至他还有可能会主动来安慰你。这个是我接手了上万个兄弟的这个真实 case 啊，就是帮他们拿到想要的结果以后，通过数据库总结出来的一条规律。你们要知道，交割的数据库是非常清晰明了的，而且是用大数据 AI 模型去推算了的，你们知道吧？所以说很多东西它不是说像表面你们所学的，包括一些心理学知识，其实在现在当代大数据已经没有那么准了。为什么？因为人是在成长，是会变的，是会进化的，知道吧？所以说这个规律呢，你们一定要仔细听啊，记下来。就是你越硬，他越想跟你硬碰硬；你软一下，他反而会舍不得为难你。兄弟们，记住，在感情里面，完美是距离，真实才是亲密。你端着架子赢了面子，那你就别怪他不给你里子。你卸下盔甲露出软肋，他反而会凑过来抱住你。男人跟女人的关系呢，其实就像一个巨大的回音谷，你发出什么声音，他就会送回什么样的回响，这就是人性。所以说白了啊，感情里面最无解的阳谋是什么呀？其实就是坦诚呢。这个坦诚不是说你要把心窝子掏出来去当那个老好人，不是，而是你要客观的看待关系，承认自己的缺点，承认对方的优点，给对方包容，同时也给自己台阶。男人最深的城府其实就是光明磊落，最狠的谋略呢是以诚待人，那最高的境界呢就是大道至简，知世故而不世故，懂阴谋而不玩阴谋，这样才能够什么不被伤害，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这个才是真正的阳谋无解啊，也是真正的人性妙用吧。最后呢，焦哥还是想送你们的一句话啊，保持提升，保持学习，个人焦哥学人性，好吧，下课。